下一站南京路，请车的乘客备。有人晕倒了。我只是实习医生，从没独立急救过，万一出错，太丢人了。急救中心吗？公交车上有人晕倒了。他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人懂急救？司机停车！有人晕倒了。车上有没有医生？谁是医生？大家别急，他是医生 ，A 市第一人民医院里接人院的实习生。患者性别男，年龄52岁，突发心脏不适，需立即心肺复苏。系统，超级医生系统，这是真的？立即执行解开患者衣领，保持呼吸通畅。规范胸外按压。奖励发放09针图、顶止血急救术、全科医书，高效接医。谢谢你。好样的，太厉害了！年轻医生真棒。冷静下来。一年实习人数较多，各科室基本饱和，唯独急诊科运去缺人。有没有人主动愿意去急诊科？急诊科忙、累、压力大，我理解大家顾虑，但医院确实需要人手。触发主线任务，前往急诊科实习，完成任务可额外医术奖励。我有超级医生系统，就该在急诊多救人，多锻炼。主任，我愿意去急诊科。少一个人，我们就更安全了。你现在在眼科，轻松且发展稳定，你确定要去急诊？我确定。我想多学东西，多救患者。好，有魄力。那你打算实习多久？我申请在急诊科实习1年。有志气，你好好表现，以后可以报考我的研究生，或是急诊主任的研究生。他是我亲手带出来的。白白丢了这么好的机会。主任，我也申请去急诊科，我已经保研到急诊主任门下。太好了，有你们2位主动加入，急诊压力能小不少。终于结束了。是啊，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。我带你们去急诊科报到。江林医生，你主动来急诊也太勇敢了，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？以后也好配合工作。好，明白，我们马上安排。高速路段因大雾出现多车事故，有大量伤员需要紧急救治，所有人员立刻准备救援。
检测到批量伤员救援场景，发布临时救援任务，协助完成急诊处置及解锁所基础创伤精通。立刻启动批量伤员救治预案，联系骨科、脑外科、胸科、胸外科全部增派人手，抢救室、清创室全部预备。主任好，你跟您去分诊台，急责登记。轻重分级。别乱！我马上联系各科室备班人员。你去协助处理外伤患者，记住，创伤急救时效救生命。是。跟我来，准备清创包、止血带、教练固定夹板、生命征监测仪。本次事故数十人受伤，重伤员20名以上，大家保持节奏，先救命再治伤。固定夹板，监测心率、血压。心率82，血压11/15/15，反应很快，配合的不错。谢谢指导。好的。固定完成，生命体征稳动。是，老师。一上午辛苦了，你先去更衣室休息一会儿，我回办室拿点东西。快！有一名重伤司机情况危急，急需人手协同抢救。医生不在，你快跟我来。多处骨折，重度软组织损伤，失血明显，意识模糊，已接近室性休克。学会突发任务，成功救治重伤司机。任务奖励：顶级清创缝合术优化版骨质固定方案，生命征稳定强化。马上推进抢救室，马上推进抢救室，不能耽误。再快一点！收到。准备就绪，就绪。队尾队，线固定好，导联已贴好。我们想报道事故救援情况，请问里面救治顺利吗？抱歉，急救区域禁止进入，请在外面等候通知。江林医生，主治医生呢？这种重伤必须由主治撑车主刀啊！你去找主治生，我先稳顿伤者情况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主治医生连续救治太久，刚刚在办公室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其他医生呢？全都在忙别的手术，根本抽不出人。要不我们再等一等？等不起。休克时间越长，风险越大，必须现在手术。你有没有做过器械护士？我做过，我可以配合。好，你做器械护士，我马上找一助。只能先用这个代替。令镇定颈针起效。第二针，固血针。这是针灸，用输液针也能做到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输液针密封性不够，会影响效果。你立刻拿针回正规，无菌无针灸针，越快越好。明白，我马上来。胡念医生，有个重伤司机需要紧急手术，其他医生抽不开，你需要能帮我。情况紧急，走。医院急诊室外聚集了大量媒体和民众，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最新的消息。现场气氛紧张，医护人员正在全力以赴进行抢救工作。观众朋友们，我市突发多车追尾事故，多名伤者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，
目前院内医护人员全力抢救重伤患者。目前院内急救工作有序推进，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争分夺秒，为伤者争取生机。麻醉科的人怎么还没到？我现在赶紧打电话催。不用等了，我用灵枢9针替代麻醉。这不合流程啊！而且备血还没送到了，太冒险了。等麻醉科到，他根本撑不到那个时候，听我安排。真来了。不行，压力数值不稳，我马上叫导师过来。安静，相信我，别打乱节奏。这怎么可能？灵枢9针居然真的能做到！别愣着，黄金抢救时间只有半小时，我们必须全力救治。七姐，来了。手术刀。手法太稳了，完全不像实习医生。这里清创缝合交给你。我处理内脏损伤。这里有异物刺穿脏器。救护处车医生之前说这里情况复杂，不敢轻易处理。需要特殊器械吗？暂时不用，准备好精细器械即可。稳住，再一点点。好的，我看到了。太稳了，这样处理，后续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会小很多。脏器处理完毕，消毒、铺巾、更换器械。这里靠近脊髓。准备就绪，开始处理脊柱损损。每一步都在预判里，避开神经，控制出血，精准到毫米。视野暴露完毕。胡主任，胡主任，请问雾天追尾事故的重伤员现在情况如何？主刀医生是哪位专家？目前手术顺利吗？医院是否派出最强团队进行抢救？
各位放心，医院全力抢救。我刚才一直在处理其他伤员，这间手术室的具体情况我还未收到详细汇报。可是伤者情况危重，请问是谁在主刀？我们需要向公众通报真实情况。我马上核实，大家稍等。刚才推进这间手术室的重伤员是谁接的？谁主刀？年轻男医生直接把伤者接走，立刻就手术了。长什么样？哪个科室的？个子挺高，穿急诊实习服，手法特别稳。我没来得及问姓名。不是我科骨干，也不是支援专家，怎么会是年轻医生主刀？那是个眼镜实习医生，跟我们一批来急诊科实习的。实习医生，实习医生主抢救危重受伤者。医院这是拿患者生命冒险吗？请胡主任解释，为什么会让实习医生独立主刀？大家冷静，不要误传。可是实习生已经亲口承认了。中山医师团队全程主导，实习医生只负责基础协助，主刀绝对是高年资医师，请大家相信医院。我现在立刻进手术室核查，稍后给大家正式回应。我们有权知道真实抢救情况，实习医生主刀本就违规。医院明显在隐瞒真相，等手术结束，我们一定如实报道。连麻醉和备血都没有，这是拿患者生命当儿戏。这家医院无视医疗规范，必须曝光。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继续下去。在指定区域等候，请各位不要影响急救秩序，稍后会有统一答复。统一答复，怕是统一说辞吧？他们这是想拖延时间。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发出去。拿吴军符。吴军符，医生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切口精准规整，避开所有关键结构，是江林做的。控刀能力如此稳定，对组织保护细致入微，这不像来个人实习生的水平。针灸，手术中用针灸替代与止血，这是什么操作方式？针灸能替代麻醉？20多年从医经验，从没见过这种操作。自己在动？摄入1根是麻醉，手术渗出量辅助少，其余都是凝血辅持用，全靠这些针维持。您别再打扰手术进度。这丫头居然为了一个实习生当众怼我！针灸麻醉止血，本就罕见又神奇，刚好可以对外说明这是特色急救技术。实习医生主刀主伤司机受体，全院都要受影响。情况这么紧急，怎么会让实习生单独上台？我一路给胡永之打电话，始终没人接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才特意拉着你赶回来。
院长，前方路况正常，我尽量加快速度，直接开去急诊手术室，不要耽搁。院长，是我。胡永志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实习医生独立做危重手术，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汇报？情况紧急，伤者等不及麻醉与备血。多紧急，再拖延会有生命危险。那也不能让实习生擅自主刀。你身为科主任，责任在哪里？事情还在进行检查，京沪医学所有必要的措施，但还需要时间。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全力以赴。院长，这名实习生极其稳定，用针灸镇痛止血，手术全程出血极少，伤者生命体征一直平稳。是，效果超出预期。江林医生是危急时刻挺身而出，医德、技术都远超普通转医生。唉，年轻人有担当是好事，但太冒险了。你立刻接手主导手术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务必确保万无一失。我已经协调院方应急保障车队，申请城市快速路绿色通道，全力保患者安全。我陪你一起进去，必要时我可以上台支援。绿色通道，力切确认，我们10分内到达医院。喂呀，营长。喂，我来回拨过去吧。不用了，胡永志做事稳重，他说没问题，应该可控。听这描述，这个江林很有天赋啊。怎么，你动心了？要是真有这么强，等手术结束，让他跟着我学习，我亲自培养。好啊，能被你看中是这孩子的福气。胡念的节奏明显跟不上江林，黑河有间隙，再这样下去会影响操作安全。交换位置，你推到2柱。明白。准备暴露树野。是。经细念，止血钳。这速度里，比很多高年资医生还要成熟。这种复杂局面，换我都要斟酌片刻。他居然直接下刀，稳润，再深一点。好好，稳住，擦汗。医生，你没出汗？面对失血性休克症做这个胆大做的急诊手术，集中注意力，才能不出错。初步血完成，失血性休克暂时控制。必须马上把他留在急诊科，绝不能被别的科室抢走。胫骨平台塌陷，合并肺骨损伤。属于严重粉碎性骨折，必须尽快手术固定。
就算顺利完成，后续恢复也会非常困难。我们一起完成骨折固定，争取最好效果。江林，创伤骨科相关手术，你能胜任吗？希望通过这场手术展现专业能力，重新树立科室权威。护士，立刻联系骨科，准备冤用器械与 CB 机，尽快送来。明白，胡主任。创伤骨科手术，我可以操作。你精通创伤骨科？可以尝试微创复位固定，对患者更有利。微创，你有把握？有。胡主任、江医生，器械与设备准备完毕。角度微调整，保持稳定，继续提挺。复位效果很好，非常成功。手术室外面有不少媒体记者，都是来了解这次救援情况的。你出去之后，妥善应对。我已经想到了。他是救助了多人的英雄，我不能看着他陷入危险。你确实胆大，换做别人，再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。手术很成功，大家辛苦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患者家属应该会很高兴。是的，一切都值得。你医术全面，医德又好，很难得。实习医生独立完成高难度手术，万一被媒体质疑，容易引发误会。手术全程规范流畅，视频一旦公开，正好展现医的急救实力。我不在意曝光与否，只想提升技术，做好每一台急症手术。请问手术结果如何？主刀医生是谁？能介绍一下吗？患者目前情况稳定吗？请大家保持秩序，请不要影响医院医的正常工作。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，但不是现在。大家让一让，我们送患者去 ICU 继续监测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安静一下，我说明情况。非常成功，出血已得到有效控制，骨折复位效果理想，生命体征平稳。接下来转入 ICU 观察恢复。胡主任，完成这台高难度手术的是这位年轻医生吗？请问您是什么让你决定接手这台手术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情况稳定，感谢来告诉大家。患者目前情况稳定，我们团队会继续努力，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江林医生虽然是实习医生，但技术扎实、沉着冷静，成功完成了这台创伤急救手术，是我院年轻医师的优秀代表。胡主任，我们现在全程直播，您说的每句话都会被网友听到。如果信息不实，舆论压力会非常大。您确定要这么说吗？
这是我全程亲眼所见，所有结果我愿意负责。主任，我们没有质疑您的意思，只是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。我是实习医生，请大家保持距离。实习医生也是经过严格合格的医生。江林的专业能力非常扎实，绝非普通实习医师水平。道理我们都懂，可是这么高难度的联合急救手术，由实习医生完成，实在太让人意外了。这在全市甚至全国都很少见。啊，是院长。老胡，我担心你们顶不住压力，就赶紧带专家过来了。我们的负责人了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对此次事件高度重视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这位是我院特邀的顶级骨科专家，后续详细情况将由我院医务科统一发布说明。比很多科室主任还要沉稳。谢谢教授，我只是专注病情，不在意外界议论。这年轻人心态、技术、气场都无可挑剔。若真是他独立完成急救，我手里的保研名额非他莫属。让实习医生做高难度联合手术，一旦出问题，因院你、患者全都要受影响。院长，这不是闯祸，是报喜。报喜。患者重度休克，将领用特殊稳妥的处置方式完成全程。患者现在生命体征稳定。你真的独立完成了整套急救？是。我们先去看患者生命体征，再回看手术记录，技巧确实少见。准备好了吗？随时可以。立刻调整血管活性药物剂量，按我的医嘱执行。不行，患者循环状态必须由江岭评估后才能调整。抢救方案是他制定的。他只是个实习医生，我是值班主治，我说了算。停下！按抢救团队的原方案执行。执行命令。血压稳定，心率平稳，尿量正常，循环维持得非常好。你们说这台复杂创伤手术原本预计1小时，你们30钟就完成了。急救手术讲究稳妥精准，速度过快，很容易出现疏漏。罗教授、院长，我以我几十年从医经验保证，手术全程规范，效果可靠。口说无凭。拆开纱布，我要亲眼看看术区情况。罗教授，器械准备好了。这切口，哦，太规整了。解剖结构复杂，血管的神经分布密集，紧急状态下还能做到如此精准，简不可思议。常规手术中，就算是资深副主任医师，在紧急抢救的高压下，也很难保持这么稳定的操作。切口选择、入路角度、组织分离尺度，全是最优方案。半点试探，完全是胸有成竹的表现。走，
我们去看手术录像，我要完整看看他的操作细节。这种水准的手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。患者身上还留着针灸针，现在可以拔除了吗？江林，你来定。对，听你的意见。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？竟让2位前辈都如此尊重，像是深藏不露的詹家。不能直接拔除，需要更换新的针灸针。我用的是灵枢9针疗法。灵枢9针，传统灸技法的高阶手法。原理我们很好奇，不过临床效果摆在眼前，你尽管操作，我们看看。针具和消毒用品都准备好了。连2位顶尖前辈都看得入神，今天算是睁开眼界了。患者有反应了。拔针时波动。新针移入立刻平稳，效果太直观了。中西医结合用到这种程度，很少见。必须想想办法来重培养。好了，针灸完了，我们可以推开手术了。医院刚更新了手术全景摄像系统，画质清晰，角度全面，能完整还原手术细节。院长，各位老师，设备已调试完毕，可以开始播放。先放大患者骨折部位，我要确认伤情。多处骨折，结构复杂，和术前判断一致，诊断很精准。操作很稳，基本功扎实。看来是胡念辅助到位，配合的不错。接下来，大家仔细看。换人之后，节奏反而更快，说明辅助只是次要，核心在术者本身。这精准度太惊人了，关键步骤快到摄像头都要仔细捕捉，这是长年累月的熟练度。当时我传递器械根本跟不上节奏，全程高度紧张，江凛却始终从容不迫，每一步都恰到好处，没有一丝浪费。我全程都在学习。这不是实习医生该有的水平，这是资深专家的水准。必须留住他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是医院难得一遇的人才。丝毫不差，止血处理恭敬扎实，急救思维清晰，是难得的复合型人才。是啊，
这样的技术与心态远超同龄医者。恭喜你，院长，你们医院又为他受到行业关注了。其实，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不一般。对了，外面怎么会突然围了那么多媒体？患者是救援中挺身而出的英雄，事件本身受关注，手术难度大，记者们自然就赶来了。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借着这件事，改变大家对实习医生的刻板印象，证明年轻医生同样能担大任，能给整个行业带来信心。胡主任，你格局大了，不只是看一台手术，而是在为整个医疗环境考虑。能站在行业角度思考问题，这份胸怀令人佩服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关键还是江林自身能力足够突出，是他自己撑起来的。胡永志这番话，既捧了江林，又站得住立场，很好方便我们把人留下。院长明显想把江林留在本院急诊，我得找机会单独和他聊，不能让这么好的骨科苗子被埋没。好，那我们就按这个方向来，对外宣传，院内引导，人才培养，一起推进。我配合院里安排，我也在专业层面给予支持。接下来院里会统一安排对外沟通与媒体回应事宜。我不用特殊安排，专心做好诊疗，看好病人就行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外界舆论、媒体对接，全部由院士、院里来处理，其他都不用管。把这份手术录像整理好，拷贝一份，带到会议室，我们后续开会要用。各位媒体朋友，院长将正式通报车祸重伤患者的最新情况，几位主诊医生和专家共同出席。终于等到官方消息了。重伤英雄的手术结果，大家都很关心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好！车祸重伤司机的抢救手术圆满成功，目前生命体征平稳，进入术后恢复阶段。太好了，不愧是顶级专家出手。罗教授亲自操刀，难怪成功率这么高。手术成功了，全靠罗教授力挽狂澜。罗教授真是太厉害了，简直是医学界的奇迹！大家快看，罗教授就在那边。各位，我必须澄清一下，这台手术我并没有参与。罗教授，您没参与，那手术是谁做的？坏了，刚才直播说错了，会影响账号信誉。完成这台高难度多发伤急救手术的是我们急诊科的实习医生，他。实习医生，这么难的手术，真的是实习医生做的？惊天反转，主刀是实习医生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手里这个 U 盘存着完整手术录像，可以全程公开播放。我院一直重视青年人才培养，在规范安全的前下，
我们愿意给优秀年轻医生足够的成长平台。能让那位专家都自叹不如的实习医生到底有多强？今天必须看清楚！赶紧记录记录，这绝对是独家大新闻。我全程直播，网友都在刷，想看手术视频。既然大家都想了解真实抢救过程，我们现在播放手术录像。U 盘在这里。伤势这么重，换谁都会觉得难度逆天。难怪罗教授都不敢说有十足把握。实习医生到底是怎么把人救回来的？这种多发复合伤，每一步都在和危险博弈，容错率极低。实话实说，就算我和另一位专家联手主刀，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救回来。当时情况危急，是江林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。敢在这种时刻站出来，不光是技术，胆量也超乎常人。剪刀，很好，挺好，保持这个节奏。器械就位，准备开始。已就位，牵开主刀，分离、缝合、换线，加快节奏，保持同动。明白，跟上。这视频是不是被加速了？对，太快了，根本不像正常手术速度。我也觉得倍速播放了，不然不可能这么快。大家看画面左上角，手术室电子时钟一直在走，时间完全真实。没加速，竟然是实时速度。这手速也太恐怖的了吧！简直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大家注意这里，这是整台手术最危险的区域，神经和血管密集，稍有偏差就会出意外。就算10倍慢放，他的动作依然干净利落。这种精准度、稳定性和速度，放眼国内也没几个人能达到。这哪是实习医生，这是顶尖高手。今天真的大开眼界，彻底颠覆认知。连罗教授都这么夸，说明江岭是真的强到离谱。这简直是医学奇迹！这手术速度，我敢说，完全有资格去挑战吉尼斯纪录。必须重点报道，这是咱们医疗界的骄傲。我有个疑问，手术没有常规麻醉，也没有充足备血，仅凭一段视频，患者真的脱离危险？转危为安。这位记者朋友，我们医院发布会全程公开透明，不会拿患者生命开玩笑。这种质疑毫无依据，也对医者不尊重。我们没必要，也不可能伪造救治结果。既然你要证据，我们就直接给你看最真实的实时情况。技术员切换到 ICU 实时画面。说实话，我们之前都不相信针灸能达到这么强的临床效果。我们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患者的生命体征已经完全稳动。中医传承1000年，
把中西医完美结合，才创造了这次救治奇迹。这太重要了，还得赶紧发出去。实习英中西结合救人，医术震撼全网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泰山，这哪是实习医生，这是医道天才。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网度再次爆发，还加中西医急救奇迹等话题已经登顶各大平台热搜。大家稍安勿躁，事件正在被公众全面了解。我们尊重事实，也尊重每一位医者的付出。终于有人为我们实习医生证明了，我们不像打杂人的。原来实习医生的处境这么不容易。江生能在这种环境下站出来救人，更不容易。我们一直重视年轻医者，江林的成功也是医院培养体系的成果。院长，那些恶意抹黑的记者账号被网友集中关注，评论区全是质疑声。我们媒体同行也在曝光他们恶意带节奏。账号快被冲爆了，评论全是指责。这下麻烦了。对不起，我之前为了流量，恶意你造成了伤害。我愿意承担一切相关影响与责任。患者平安最重要的。舆论可以监督，但怎不能伤害这一事人心。希望大家以事实为依据，多关注医疗，多尊重医者。医生，对不起，我们之前片面追求热度，误解了您。我们为不客观的报道向您诚恳道歉。今后，我们一定尊重事实，尊重医史，严谨报道。我只是做好本职，并不想引发这么大的舆论关注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我想为全国的实习医生说几句话。我呼吁全社会多给实习医生一点理解和尊重。周院长说的对，实习医生确实太需要被正视了。我们愿意把这份声音传递出去，为年轻医者发声。终于有人为我们说话了，太感动了。如果年年有人信任我们，这个信任也在临床救人吧。这位患者对国家项目至关重要，可我早期帕金森这么高精度的眼科手术，我实在没把握。老师，您先别着急，我最近看到一个手术视频，您一定得看看。这手速，这稳定性，这精准度，太惊人了！这天赋比往年还要强得多。他是 A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实习医生。实习医生竟然有如此水准，李璇，立刻去搜集那个蓝衣手术医生的全部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老师，您想做什么？立刻联系 A 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我要把这个人借来。马上去办。
这手法真是教科书级别的。时间过去2天，医院舆论风波逐渐平息。江林像往常一样来到 ICU， 查看重伤司机的恢复情况。对手术、诊断精细操作帮助极大，以后多完成任务，医术还能继续提升。他仔细观察患者面色与各项指标，已经有了明显的苏醒征兆。患者要醒了，先把镇静针灸撤掉。好疼啊！你救了我吧，谢谢你。麻烦再给我扎一下刚才那个止痛针吧，太疼了。针灸止痛不能长时间用，轻微的疼痛对伤口愈合和帮助，你稍微忍耐一下。爸，行吧，听医生的。江林，你这次表现非常突出，院里已经正式批准，你可以全程参与各类急症手术。院长，这是？你提前通过全部实习考核，市第一人民医院提前通过实习，正式待遇，院长亲自带读博，直接留院。唉。看来我们学校马上就要再出一位全国知名的医学啦！院长找你什么事儿？批准我参与手术，提前通过实习，留院培养。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就能一起上台了。高速事故已过去3天，舆论完全平息，医院恢复日常秩序。院长，我想申请在大手术室多待几天，多观摩不同科室的手术，积累经验。好想法，年轻医生就该多学多看。我给你开特批，你可以查看全院手术日程。谢谢院长。记住，多看多学，少说话。需要帮忙可以搭把手，但不能擅自操作。明白。这是批条，你拿去办吧。好的，主任。江林刚回到急诊科，救脉外不少患者明明只是小问题，却专门挂了专家号，指明要找江林看诊。医生，我小冒误，办了。老师，这么点小病都来找我，我有点郁闷。谁让你现在名气大？我这专家号都快成你的专属挂号通道了。你想去观摩就放心去，诊室这边我来挡着。谢胡老师。主任你好，我是急诊科的，申请观摩今天的眼睛切手术。哦，江林，我知道你。周院长在学科交流会上专门放了你的手术视频，我们都被震撼到了。院长打过招呼，你随便看，需要讲解随时叫我。太羡慕了，院长特批直接进手术室观摩。换我们想进手术室都难，更别说看高精尖手术了。人家是凭真本事拿到的机会，比不了。显微镜定位
每一步参数与组织反应全部清晰印入脑海。他默默梳理操作逻辑，器械手法、核心要点和风险控制，全部被他掌握。能看懂吗？基本流程和关键手法已经清楚了。这么快？这可是眼科最复杂的术式之一，很多主治学几个月都未必熟练。加上之前有外科基础，手术顺利完成，大家辛苦了。器械清点完毕，无遗漏，线路已整理，设备已归位。患者生命体征平稳，准备送回病房。他在脑海中复盘全程，已经完全掌握这套顶级技术。你的学习能力，真是我见过最顶尖的。以后眼科有手术，你随时可以来。谢谢主任，今天收获很大。他没想到一次普通观摩，竟直接掌握了眼科高精尖技术。主任怎么会让你亲自过来叫我？平时这种事儿都是护士转达。我刚好在我爸办公室整理资料，碰到他，就顺路跑一趟。你也心里清楚，是父亲特意暗示他多主动接近短发男医生，他才亲自过来。原来如此，辛苦你了。没事，顺路而已。这俩孩子走在一起，还真是般配。老胡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有个这么贴心的女儿。先不说别的，你刚才在眼科观摩收获如何？已经掌握常规手术操作逻辑，对高精尖术式的核心思路也清晰了。那我问问你，视网膜脱落修复手术的关键要点，你清楚吗？我们来看患者的初步诊断结果，其次是治疗方案的制定，最后是预后评估。视网膜脱落修复重点在于封闭裂孔、引流积液、复位网域，同时把术前评估、术层缝位，要避免损后防控，一层层讲清。好，好，非常好，基础扎实，思路清晰。既然你眼科基础已经到位，那我们就跟你说一件正事。沪市知名医院的眼科正式提出申请，希望借调江林去参与一台特殊眼科手术。徐主任是国内眼科顶尖专家，能被他看中，是难得的机会。我们已经初步同意，现在来问问你的个人意愿。江林站在原地，神色平静，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。护士医院要借调我，我只是一名实习医生，有些意外。对方不是普通医院，而且徐广山教授点名要你。徐广山教授，我在学校时研读的术式设计和治疗理念，对我影响很大。这次需要手术的患者，更是我们国家重要领域的栋梁人才。具体身份保密，你到沪市后才会知晓。患者情况特殊，手术难度极高，我们宜建议你接受这次邀约。我愿意去。但我希望恒让胡念和我一起去，担任我的手术助手。我们之前在急救手术中配合默契，节奏熟悉。太好了，我们正有这个打算。一来可以共同学习，增长见识；二来也能代表我院
全程参与手术，避免你被护士那边直接留用挖走。我听从院里安排，愿意和江林一起去护士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随时可以出发。我立刻给护士方面回复。你放心，院里会做好所有保障工作。你们只管安心手术，安心学习。徐教授眼光毒辣，一眼就看中了你这块好料。这次护士之行，对你的医术、眼界都会有巨大提升。我会珍惜这次机会，不辜负院里和徐教授的信任。罗教授，我是来自 A 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江林，这位是我的同事胡念。一路辛苦了，我观察你几分钟，遇事不慌，神态安定，这份心性远超同龄人。手指修长，关节灵活，稳而有力，这是天生适合做精细手术的手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多谢教授认可。你们千里迢迢过来是为了救人，跟我来，直接去见患者。他会没事的，对吗？我们在尽力。患者确诊为复杂视网膜脱离横斑孔孔，属于眼科最高难度级别手术，日益极高。你看完了，告诉我这台手术，你有没有把握？我们都在等你，小李。病人的情况需要你的判断。医生，我还有好吧？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他。教授，我不能现在就给您绝对答复，我希望先观看您做过的同类型视频，再给出最终结论。还要看视频学习？我们以为您看完病历就有方案了。他反而要求先学习视频，沉稳严谨，不冒进，很难得。好，我理解你的想法。我立刻让助手把同类型手术视频全部调出来，什么时候有把握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定手术方案。谢谢教授理解。江林医生这么严谨，我们更放心了。都看完了，怎么样？手术能做吗？成功率大概率有多少？在看教授的手术视频之前，我对这台复杂视网膜脱离合并黄斑裂孔手术已经有60%把握。我们已经尽力了。60%？我亲自做这种复杂病例，最多也只有70%把握。我的学生们平均成功率还不到30%。6成？医生，您没开玩笑吧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清楚。看完教授的手术视频，充分理解您的术式思路与操作细节之后，我的把握提升到了90%。九成？那几乎等于稳了。如果教授同意，手术中不使用显微镜，允许我自己进行操作。这台手术的成功率，我可以保证10成。
什么？不用显微镜。眼科手术全靠显微镜放大才能操作，你不用显微镜怎么完成米级别的操作？不用显微镜，年轻医生，这一生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不用显微镜，完成视网膜与黄斑手术，这在全世界都没有人敢尝试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台手术关系重大，患者是国家重要领域的栋梁，不容有半分闪失。我非常清楚，我不会拿患者的安全开玩笑，更不会拿自己的医术信誉开玩笑。手术凡事皆有风险，话不要说太满，留点余地。还没有，说得好，我就喜欢你这份底气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和事，一个人有没有真本事，眼神骗不了人。你敢说10成？话不能这么说啊！他只是看了几例手术视频，成功率一下子提高3成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！没有万一，我决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好吧，爸，您说了算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多谢老人家信任。只要医院有空余的手术间、藏微丛术务间，我们随时可以开始。好，那就现在手术。你脾气真是一点都等不得。行，来吧，立刻准备一间眼科手术间，按最高级别无菌标准布置，10分钟后使用。来吧，小伙子，我准备好了。针具准备好了。您放心，我只扎1针，扎完您安心睡一觉，等醒来，眼睛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好，我信你，我睡一觉，等你给我奇迹。只用1根针，就达到了镇静镇痛效果。网上的传言竟然是真的。没有麻药，没有输液，1针就镇静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视网膜脱离范围比影像显示更大，已经累积黄斑全层，裂孔边缘有明显增殖膜嵌杂。不太好吗？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一些。医学没错，是重度复杂性牵拉性视网膜脱离。稳妥起见，我去和家属详细说明高危因素。再给我2根针，眼周穴位。牵拉很重，
增脂膜影响复位。医生，针已备好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兖州穴位密集，血管多，不能随便下针。我在刺激并测试视网膜神经细胞活性，判断还有没有修复可能。激活受损的视网膜神经，这在临现场还没有成熟方法。你确定？确定？好，我信你。现在，你还有多少把握？10成。你凭什么还能保证10成？刚才扎针刺激时，神经细胞整体结构尚存，只是被牵拉一神。09针可以通络醒神，为神虚恢复创条件。可以正常手术，愈后会比想象更好。好，我和弟子去观察室看直播，不打扰你操作。我们开始。先完成视网膜复位，再修复黄斑裂孔，最后用针灸改善神经活液，3步衔接，一步都不能错。患者是复杂性视网脱离加黄斑裂孔，还有增脂膜牵拉，属于眼科最高难度级别。教授，那我父亲的手术真的能顺利吗？蓝衣医生明明知道病情这么重，还能保持10成把握，这份心态，我一辈子都学不来。睫状体区域太危险了，旁边就是晶状体和视网膜，稍微偏一点就会出意外。他居然直接果断下刀，太大了。太准了，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切口，1秒到位，这稳定性太可怕了。一定要让我父亲平平安安，重见双明。入口角度，安全顶敌水准，巅峰时期的我也未必能做得这么干净利落。他的10成把握真的不是狂妄。我因为帕金森放弃的东西，或许在这年龄人生能看到希望。我们不请自来，都是慕名来看手术的，过来学习学习。这切口锤准，不像年轻医生，更像几10年的老专家。冷静、果断、精准，这孩子天生就是吃手术这碗饭的。今天，你们所有人都将见证一台可能改写眼科认知的手术。大家安静一点，不要影响到里面手术。今天能亲眼看到那位主刀手术时，真是难得的机会。
听说他不用显微镜也能操作，我倒要好好看看。器械微调，保持稳定。好的，已调整。器械已整理。保持节奏，继续。明白。脱离范围明确，玻璃体牵拉明显，开始切除。做激光预凝，直接切波胆了，这也太玻璃体。常规手术都要先预弄防止输血，他怎么直接上手？他对自己的精度有绝对自信，不需要额外防护步骤。太快了，根本看不清细节，只能看到影子在动。这是什么手速？现在完全跟不上。增殖膜完整剥离了，一点都没残留了，视网膜完全贴回去了，几乎没有出血。黄斑区完好无损。哦，这手法太精妙了，惊艳，实在是精妙。爸有救了，你真的能重见光明。裂孔大小合适，可以做内结膜剥除术。还好没有出现严重增殖，难度可控。右侧蓝衣助手，准备眼内填充物。明白，马上准备。等剥除完成，用灵枢9针刺激穴位，改善视网膜血供，帮助神经恢复。老徐，视网膜已经复位，怎么不马上做填充固定？这不符合常规流程啊！主刀的计划是，先用针灸直接改善患者视网膜神经的血供，消除水肿，再做填充，效果会更好。用针灸改善视网膜血供啊！这可是视网神经那么纤细，药物都很难起效。针灸怎么可能直接作用到？我做眼科几十年，只听说针灸能辅助缓解疲劳，从来没见过能直接改善眼底血供的。以前只听说针灸能辅助缓解疲劳，从来没管人连改接善，眼点血呢。大家先安静，不要打扰手术。我们继续看，今天很可能见证真正的奇迹。把针灸针给我。好，他真要用针灸干预眼顶？中医针灸在眼科确实有应用，但大多是辅助作用，效果非常有限。可他之前在急救里靠针灸稳住休克患者，说不定真有特殊手法。稳住，别动。穴位选得准，下针角度非常专业，不是随便扎的。这是传统针灸里的高阶手法，一般人更不会。心不好，血管瘤
真的加快了。黄斑水肿在消退，这是实打实的生理改善。奇迹！他用针灸做到了现代医学都很难稳定实现的视网膜血供改善，太神奇了！中西医结合到这种程度，简直是开宗立辟的水平。好，太好了！必须把江林留我院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种人才100年难遇。他能通过针灸通络改善神经血供，稳定精细操作，那我的手抖是不是也有希望被改善、被控制？我还能重新回到手术台，我还能做手术。把针灸针给我。好。他真要用针灸干预眼顶？中医针灸在眼科确实有应用，但大多是辅助作用，效果非常有限。可他之前在急救里靠针灸稳住休克患者，说不定真有特殊手法。快好了，再坚持一下。穴位选得准，下针角度非常专业，不是随便扎的。这是传统针灸里的高阶手法，一般人更不会。心不破，血管流真的加快了。这是实打实的生理改善，奇迹！他用针灸做到了现代医学都很难稳定实现的视网膜血供改善。必须把你留在我院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种人才100年难遇。他能通过针灸通络改善神经血供，稳定精细操作，那我的手抖是不是也有希望被改善、被控制？我还能重新回到手术台，我还能做手术。我愿诚心邀请你留沪发展。江林，来我们普外科，你手速顶尖，稳定性超强，最适合外科。别抢人，他本来就是急诊历练出来的，急救思维、临场反应都是顶尖，当然该跟着我搞急诊外科。江林的核心优势是眼科精准操作加针灸麻醉，这是世界独一分的技术。他应该跟着罗教授深耕眼科。针灸麻醉加眼科显微才是独一无二的方向，不可替代。好不好？这么好的条件，他会不会真的被打动，留在护士？无论如何都要把江离安全带回去。
大家先安静一下，别给江林太大压力。我不勉强你现在做决定，俩辛苦了，你们自己出去转转，放松一下，等心情舒畅了再考虑。这是想把我也一起拉拢，一边稳住江林，一边用游玩放松降低我们的戒心。护士的资源、专家诚意确实比 A 市强太多。他走到哪里都是会发光的金子，被争抢正常了。感谢各位的看重与厚爱。我刚结束实习，医术还有很多需要打磨沉淀的地方，我暂时不考虑来尘市发展。好，年轻人能有这份心态，比医术高潮更难得。这是我的电话，你随时存着。车钥匙给你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谢谢教授，会的。车我给你们安排好了，想去哪里直接开，注意安全。谢谢徐教授，谢谢院长，谢谢各位老师。太好了，护士给出的条件这么诱人，他居然一点都不动心。可他受欢迎的程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夸张得多。院长、主任、顶尖专家全都抢着要他。护士这家医院的条件真的太好了，平台、资源、团队都是这家院队的科员、专家级队，都是国内顶尖级别。妈，小林，你上新闻了，我都看见了，全网都是你的视频，又是车祸急救，又是高精尖手术，你没事吧？没遇到危险吧？妈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我已经提前通过医院实习考核，现在算是正式医生了，待遇和正式员工一样。真的转正了，我的儿子真厉害。你也不小了，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家给我和你爸看看？我们同事家的孩子，像你这么大都谈恋爱了。阿姨您好，我是胡念，等我和江林忙完这段时间，过年就回去看您和叔叔。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？这都是网上学的，对付长辈催婚最管用的办法。我们俩互相帮忙应付家长，假装一下，多省事。别想这个了，徐教授给我们安排了车，正好逛逛护士，我来当司机，带你到处转转。好，听你的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直接用针灸激活眼顶神经，改善微循环。我就知道你在研究那台手术的方法。我今天劳你，就是想劝你一件事，主动让那个江林给你看一开手。我不是没想过，是早期帕金森，不是简单的神经损伤。
我能重新站上手术台的希望太渺茫了。但江岭的针灸和神经调控手段是我们从没见过的。医学上很多看似不可能的突破，都是从不敢想开始的。我再想想。办公室内陷入沉默，只有电脑里手术视频的画面还在静静播放。一边是年轻天才锋芒毕露，一边是顶尖专家因病困守，命运的丝线正通过银针悄悄连在一起。教授，我想看一看帕金森综合症治疗官的手术与研究视频。我这2年为了自己的病，搜集了国内外最前沿的治疗资料。这里面有脑深部电刺激术全程手术录像、神经调控技术实操、国内外针灸干预方案等，全部都在里面。看着眼前齐全到超乎想象的视频与了结，教授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重上术台的希望。有这些顶级资料，再结合我的能力与灵枢九针，一定能掌握帕金森的治疗方法。多谢教授。教授，这些资料对我至关重要。你尽管看，需要多久都可以。胡念与罗教授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灵的一旦进入学习状态，便会全神被人打扰。我们先出去，不打扰你。江林，你安心看，我们在隔壁等你。早期帕金森导致的手抖，治疗难度极高，是医学界公认的难题。药物治疗在初期有效，但随时间推移，效果会快速衰减，副作用也逐渐明显。脑深部电刺激术要求极致精准，误差不能超过0.5米米尔，如同在头发丝雕刻。除此之外，治疗的核心还在于激活脑内多巴胺能神经元，恢复神经递质平衡。这一点，现代医学往往难以完美实现。一边观看视频，一边在脑中快速整合思路。DBIS 手术精准定位，灵枢九针调节神递质，通络醒神，两者结合正好互补。针灸可以替代部分电刺激效果，减少手术创伤，再配合名贵药材滋养的神经，效果会远超单一方案。他在心脉会护、穴位组合、进针手法、手术配合顺序，整套治疗方案在脑中逐渐成型。5个小时转瞬即逝。他已将所有视频、资料、参数与心得全部看看。他不仅完整学会了世界级 DDRS 手术技术，还在原有基础上优化了神经调控参数，使其更安全、高效、更适配个体。已经掌握核心技术，可以开始制定治疗案。几场能颠覆帕金森治疗模式，
让顶尖专家重返手术台的中西爷治疗即将正式启动。怎么样？你有办法吗？我结合 DBS 手术与灵枢九针，让你的手抖完全消失，重新恢复上台手术的能力。我找遍全国专家，他们都说，就算做 DBS， 最多只能删60%症状，而且维持不了多久。传统 DBS 只解决电信号问题，我用针灸同度调控神经递质分泌，从根源上修复环路。越快越好。手术不能急，我需要3样东西：高精度神针导航设备、灵枢九针专用针具，配伍中药材，全部备齐，成功率能提到90%以上。90%？好，我信你。你马上列清单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能弄到。清单在这里，一共3类，缺一不可。这些药材和针具是灵枢九针发挥通络醒神、调控神经效果的关键。金质九针，这些药材全是市面上几乎绝迹的珍品。这种针具只有百年老字号中医馆才能做，药材也得靠特殊渠道才能集齐。老徐，我知道你为了重返手术台，等这一天等了太久。你尽管完善手术方案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就算最后稍微减弱，愿验试，也愿意冒险试。是则已，要试，江林说就做到90%，我们就给他凑出能达到90%的条件。接下来你什么都不用管，设备、针具、诱具、药材，3天之内，我全部给你备齐。明白。有了这些条件，我有把握教授彻底摆脱手抖，又回手术台。2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办公室内，4人目光坚定，一场关乎医学突破、关乎医者梦想的手术筹备正式全面启动。这手稳定性，简直是为神经手术而生。导航已开启，定位精度0.3秒米。他第一次做 DBS 是这么稳，比做了几十年的老专家还可怕。灵枢九针，稳、轻、快，和普通针灸完全就不是层次一次。靶点到位，偏差0.3米米。
江林，我准备好了。术前先做灵枢9-9针调理，唤醒脑区神经，为 DBS 手术打底。针灸先通经络，醒神经。全麻是为了保证电极植入时绝对不动，定位才能到0.3毫米级。开启神经导航。左侧电极植入成功，震颤抑制有效。针刺改善局部血供，保护神经元，加速术后恢复。DBS 部分完成。生物胶封闭，创伤更小，恢复更快。术后每日按我给的穴位方案行灵枢9针辅助治疗，连续7天。明白，我记牢了。快了，太稳了。针灸通神经，手术经定位，中西医结合到这种地步，完全是新流派。立刻调取手术录像，慢放拆解每一针每一步，这是要写进芷安的案例。值了，一切都值了。我们今天见证了历史。手术成功，接下来1周针灸巩固，徐教授很快就能尝试持颞颌重返手术台。手术是很成功。为了这套针具、设备和药材，我动用了所有资源与人情。此刻看来，一切都值得。手术很成功，大家辛苦了。你太出色了！灵枢9针开创了帕金森综学症治疗的全新方案。这件事一定会在全国医学界引起轰动。院长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事。手术成功离不开团队和设备的支持。你不必过谦，这份胆识、技术与思路，没有人能轻易复制。走，我们去看看老徐的情况。江林，林院长，徐教授的生命体征一切平稳，马上就要苏醒了。好，我准备好灵枢9针，他苏醒后大概率会有术后头痛，我先扎1针缓解，同时促进神经功能恢复。别紧张，手术非常成功。我现在开启刺激器低档位模式，同时给你扎2针安神护脑。不抖了，真的不抖了。
我能握住笔了，能写稳了。我能感觉到他们了。是的，您做得很好了。这简直是奇迹！太好了吧，爸爸！我们为你骄傲。老徐，我真是又高兴又愧疚。现在看到效果这么好，我终于能放下心了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等我彻底恢复，一定请你吃最正宗的胡氏大餐，好好谢谢你。以后我这双手就是灵枢九针加持过的黄金手术手，再难的眼科手术我都能稳稳拿下。您恢复得很好，术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我已经整理好了，请医生确保务必检查。我都记下来了，你放心，这些话我比医嘱还看重，一定严格照做。我知道了。我这头还有点疼，能不能多给我扎2次针灸？我感觉扎完特别舒服，恢复也快。现在跟其他针灸治疗的帕金森患者一模一样，疼的时候都想多扎几针。针灸是有点轻微酸胀疼，但扎完浑身舒畅。我都怀疑你是故意留一点点感觉，好让我乖乖过来复查。不是故意的，针灸是为了快速激活神经，改善循环。忍一下，效会更好。我心里有个新的想法。我院还有一位帕金森病患者，你愿不愿意再为他做一台同样的手术？可以，我随时能准备。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马上安排术前评估，争取尽快手术。刚结束一台高难度手术，立刻就能接下第2台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徐广山的顺利康复，不仅让一位顶尖眼科专家重获手术能力，更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治疗大门。他站在光影中，神色平静，却已然成为无数帕金森患者与患病医者心中最亮的那束希望之光。曾经0.1厘的眼科切口都能稳准完成，现在连整理纸张都这么吃力。他原本是因眼科骨医生，医术精湛，前途光明，却因患上帕金森综合征，双手出现持续性止性震颤，再也无法完成精细的手术操作。院长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？难道还是为了我的病情？院院好，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的病有新的治疗希望了。院长，您说什么？徐老师，他能做手术了？这是真的吗？我也能像他一样重新回到手术台吗？是真的，你马上打开邮箱。
好，好，我马上看。谢谢您，院长。我真的可以再回到手术台了吗？关家晚上好，今天我们继续科普常见眼病的预防与治疗。我今天确实有一件非常重要、非常激动的事情想告诉大家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什么重要的事儿？我的病有新的治疗希望了。我有机会重新回到手术台，重新拿起手术刀。那束熄灭已久的手术之光，终于在一刻重新照亮了他的前路。有没有人知道，现在国内神经治疗中西医结合这块最厉害的年轻天才医生是谁？屏幕上几乎同步刷出同一个名字。原来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他。弹幕再次沸腾，全是鼓励与打气。杨医生别灰心，江医生那么厉害，你肯定能康复。等我治疗成功，恢复好了，还真想找机会和那位年轻医生切磋一下。虽然我的病情棘手，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治疗。似乎在哪里见过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为你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江林，这位是他的助手胡念。你的病情资料我已经全部看过，治疗方案已经准备完毕。你尽管放手治，我也是医生，我知道手术有风险，我不会给你任何压力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需要您配合。我明白了。我们按计划进行，你负责配合。江医生，在治疗开始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想在清醒状态下观看整个治疗过程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徐教授术前也有过一模一样的想法。那徐教授他当时成功看到自己的手术了吗？没有。为了保证 D8S 电极植入的绝对精准，必须全麻制动。他是术后才看到的手术录像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我也只能术后再看视频了。你想亲眼看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过程中不能乱动，头部要保持全对固定，会比全麻辛苦一些。真的可以？辛苦一点算什么？只要能让我亲眼看着治疗过程，再疼我都能忍。没问题，
我全部配合，绝对不动，严格按照你的要求做。今天我会放慢操作节奏，每一个关键步骤都停来讲解。我准备好了，一定会认真记录 DDS 电极植入靶点、进针角度，还有和灵抽9针穴位的对应关系。丘脑底核是核心靶点，风府、哑门、百会，这支形成神经环路呼应，这是中西医结合的关键。杨倩能遇到江林，是我们的幸运。放心，他的技术和稳妥，你完全可以托付。各就各位。监测设备就绪。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治疗正式开始。先做清醒镇静和局部麻醉，再用金针调控神经，为电极植入做准备。我先为你行灵枢9针，调节脑部神经递质分泌，为电极植入清醒。又有任何不适？好的。这套针法针对运动神经核团，直接调节多巴胺能神经功能，难度远高于普通针灸。胡念，连接神经电体监测，让他能看到信号变化。针灸居然能直接改变脑内电信号，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针灸的认知。我们在影像融合导航下植入电极，目标丘脑底核，精度要求0.3米以内。这是控制震串的最佳靶点。DBS 电极不同触点对应不同功能区。背侧触点改善肢体震颤，腹侧侧侧重肌张力调节。初始电压2.5微，频率130赫兹。一边做0.3米级类的精准植入，一边同计讲解原理。这种手、眼、脑的高度协调，我一辈子都达不到。胡念，为他擦汗，腹侧生命体征。生命体征稳定，心率略快，属于正常应激反应。继续。靶点到位，开始测试震颤抑制效果。不抖了，这真的不抖了。拿完了，我真的能重新拿起手术刀了。电极植入位置精准，神经调控效果达标。后续配合3次灵枢9针巩固，1个月后就能恢复手术操作。恭喜你，这套中西医结合的方案真的创造了奇迹。不是奇迹，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的必然结果。只要找对了神经环路的呼应点，就能精准调控，
病症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江林的技术绝对靠谱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院委会已经正式批准成立中西医结合神经运动障碍诊疗中心，由江林担任主任。我们要把这套 DBS 联合灵枢九针的治疗方案规范化。江林，这个担子就交给你了。我会尽全力，不辜负医院的信任，更不辜负患的期待。我们两个老家伙给你当后盾，以后有需要配合的眼科联合手术，随叫随到。我也一样。等我完全恢复，就加入诊疗中心，一边做临床治疗，一边和江林一起研究优化方案。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，有他们在啊，我们眼科的传承就断不了。徐教授，以后咱们诊疗中心和眼科的联合手术会越来越多，您可有的忙了。江林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站在这里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没有放弃从医的初心，才等来了重新拿起手术刀的机会。谢谢医生，谢谢你们，真是太感谢了。没事了，孩子尽力了，结果是好的。哎。